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这期影片。本期将示范一套完整选股流程。先用 TradingView 免费筛选器快速找到顺势回调的短线机会，再用 Perplexity AI 对这批股票做基本面检查，剔除可能踩雷的标的。最后回到图表，用日线看大趋势，用60分钟级别找精准进场点，避免进场时机错误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上班族和短线波段交易者，每天只要花5分钟，就能从上千档股票里机械化筛出真正值得关注的标的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打开 TradingView 的网站，看右下方有筛选器按钮，点一下就可以直接开启股票筛选器面板。接着在左上角选择你要的市场，无论是美股还是其他市场，逻辑都是一样的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用 TradingView 筛选器捕捉强势回调股票。什么是强势回调？就是那些处于上升趋势中出现短暂健康回调，随时可能反弹向上的优质标的。这类股票风险相对可控，胜率往往较高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一步步设置这个筛选器。首先，我们要设置一些基本条件，确保股票的质量和流动性。第一个是价格门槛，设定为大于等于5美元，用来过滤掉低价垃圾股。这类股票流动性差，价格波动剧烈，风险过高。在台股中，10元以下的股票通常被视为鸡蛋水饺股。第二个条件是市值 （market cap）， 我们将门槛设为大于等于3亿美元。市值过小的公司稳定性较差，容易被大户或庄家操控。我们要找的是有一定规模、相对稳定的公司，交易起来更安全。如果你在看台湾股票，市值门槛建议设为大于等于30亿台币。市值30亿以上的公司通常已进入中型股范畴，具备一定的流动性和市场关注度。第三个条件是流动性保障，我们设置了2个条件来确保股票有足够的流动性。第一，平均成交量大于20万股，这确保市场活跃度，代表有足够的交易者参与买卖。第二，股价乘以平均成交量要大于100万美元，这确保资金流动性，代表每天有足够的资金流动。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，才能保证无论股价高低都有充足的流动性，让您顺利进出场，避免因流动性不足被迫接受不利价格。这4个条件是我们的基础过滤网，确保股票的基本质量。接下来是多重趋势确认，要确保股票真的处于强势上升趋势中。这里用了5条移动平均线来进行多层次确认。第一条，价格要大于20周均线。20周均线代表短期趋势，大约5个月的走势。价格站上20周线，说明短期趋势开始回暖，回调可能已经结束。在 TradingView 筛选器里，选择 Price 大于 SMA 这个条件，然后在参数栏位输入20，接着在时间周期的下拉选单中选择 E-Week， 也就是周线图。第二条，价格大于40周均线。40周均线代表中短期趋势，大约10个月。价格在40周线上方，说明中期趋势依然向上。第三条，价格大于60周均线。60周均线代表中长期趋势，大约15个月，超过1年。这条线确保我们选出的股票处于长期牛市格局。第4条，价格大于50日指数移动平均线。它对价格变化更敏感，能更快反映市场情绪的变化。第5条，价格大于200日 EMA 指数移动平均线，这是牛熊分界线，价格在200日线上方，说明这只股票处于长期上升通道中。我们使用了20、40、60周均线，再加上50日和200日 EMA， 这5条均线涵盖短期到长期多层次确认趋势。只有当价格站上所有均线，才能证明这只股票真正处于强势状态。确认强势趋势后，接下来要设定回调幅度。这里使用的是 Change E-Week 周变化率，区间设定在-5%到0%。为什么是这个区间？因为-5%到0%代表股票在这一周出现了小幅回调，但跌幅不大，这是一个健康的回调讯号。如果跌超过5%，那可能趋势已经开始转弱，就要提高警觉。相反的，如果是正数，代表股票还在上涨，那就不算回调。所以
-5%到0%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康回调的黄金区间。股票稍微休息一下，洗掉一些短线筹码，然后准备重新发力，而这正是我们要捕捉的最佳进场时机。有了趋势确认和回调幅度控制，我们还需要用技术指标来做二次筛选。第一个 RSI 14相对强弱指标，我们设置了2个条件 ：RSI 大于40，避免超卖区域，确保动能没有过弱 ；RSI 小于65，避免超买区域，确保还有上涨空间。RSI 在40到65之间，这个区间是比较理想的。如果你想更激进一点，可以把上限调到70。第二个 ADX14 平均趋向指标，设置为大于20。ADX 衡量的是趋势强度，大于20说明市场有明确的趋势，不是横盘整理。如果你之后觉得股票太多，趋势不够干净，可以把门槛拉到大于25或大于30，只保留更强趋势标的。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在价格下方，说明当前买方力量较强，价格处于相对强势状态。这3个技术指标帮我们过滤掉那些动能不足、趋势不明确的股票。第5部分，分析师评级。最后，我们加入了分析师评级 Analyst Rating， 设定为 Strong Buy， 获得强力买进评级的股票，通常代表华尔街主流机构看好它的基本面，可能是财报超预期、业务成长强劲，或者产业前景被看好。筛选完成后，我们把 Volume 这一栏改成按成交量由大到小排序。从这个筛选出来的股票清单里，我们先挑了6档出来，然后在每一档左边点红色的旗子，把它们加进 Red List 里。接下来，为了排除可能影响日线趋势的重大利空，我们需要一套扫雷机制，用 Perplexity AI 在建仓前确认标的没有重大风险。Perplexity 是一个 AI 搜索引擎，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：第一，实时信息检索能力，它可以在几秒钟内扫描全网最新的新闻、财报、公告、评级报告，把最近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全部抓取出来。第二，智能综合分析能力，它不是简单的给你一堆新闻链接，而是会自动识别、分类、总结这些信息，告诉你哪些是重大事件，哪些只是噪音。第三， Finance 专业模式， Perplexity 有专门的 Finance 模式，它对财经新闻、财报数据、监管公告的理解能力非常强，可以快速判断事件的严重性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我自己去搜索每一只股票的近期新闻，可能要花几个小时，但用 Perplexity 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股票的扫雷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用 Perplexity 来做这个扫雷工作。现在是在 Perplexity 的 Comet 浏览器界面，直接打开 TradingView 的股票扫描器，在 Comet 这边直接点右上角的 Assistant 按钮，就可以把目前这个 TradingView 页面当做上下文丢给 AI 来分析。这边我直接问他，针对 Red List 每档股票抓取近14至30天的关键事件、新闻、财报、监管、管理层、评级，帮我识别并剔除存在重大基本面风险的标的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技术面已经通过的前提下，再用 AI 把最近的重大基本面风险过滤掉。这里的最终建议是把操作重点放在 EXE、TMO、ADMA 这3档，因为它们在基本面上相对健康，且各自都有明确的正面催化事件在推动。针对第一个问题的结果，我们接着询问，请对 EXE、TMO、ADMA 3档股票进行财务分析、管理层变动检查、分析师评级、技术面分析，逐一查看图表，检查 K 线形态、成交量、支撑位及支撑阻力位评估，最终挑选出1到2个候选股票并说明选择理由。这一句提示送出之后， Assistant 会先针对 EXE、TMO、ADMA 这3档去抓他们最新的财务数据、新闻跟公司资讯，像是营收、获利表现有没有明显的管理层变动，还有最近分析师的评级和目标价调整。接着他会逐档打开图表，去看每一档股票现在的技术面结构，比方说 K 线形态、均线方向、成交量放大或萎缩、支撑位和压力位大概在哪里，顺便评估趋势是不是健康。最后 AI 会综合基本面跟技术面两边的结果，从 EXE、TMO、ADMA 里面挑出1到
两档他认为更适合接下来关注或布局的候选标的，然后把为什么选它、为什么舍弃其他这些理由用条列或小节的方式讲给你看。综合刚刚 AI 帮我们做的财务、基本面跟技术面筛选之后，结论是 ADMA 凭借爆发性的成长动能、重大 FDA 催化剂，再加上目前技术面结构相对完整，是这一轮里面的首选标的。同时 Exo 这边则属于走势与基本面都相对稳健的备选，两档搭配在一起，可以在控制整体风险的前提下，去追求一个有机会拿到超额回报的组合配置。接下来我们输入第二阶段的提示词，要求 AI 针对选出的标的做更深入的技术分析。这个提示词主要包含4大部分。第一，分析目标。我们要求 AI 基于1小时图来进行技术分析，识别当前的趋势以及关键的结构位置，包括支撑压力位、近期高低点，还有流动性区域。第二，交易方案要求。我们请 AI 提供2到3组做多方案，每一组方案都必须包含3个要素：具体的进场价格、止损位置并附上理由，以及2个止盈目标同样附上理由。第三，风险与持仓设定。我们设定持仓时间为数小时到数天，属于短线波段操作。同时要求报酬风险比至少要达到1:2，确保风险可控。第四，输出格式。最后我们要求 AI 用 Markdown 表格来呈现结果，表格要包含方案编号、方向、进场价、止损、第一止盈、第二止盈以及报酬风险比，然后在表格下方用条列的方式说明每个方案的逻辑。AI 给出的结果显示，当前为短期上升趋势，价格位于20日指数移动平均线之上。针对3种可能走势，浅回调、深回调、直接突破不回调， AI 事先准备了3组对应的进出场方案。在这个策略中， AI 同时提供了清晰的风险管理建议，包括3套仓位配置方案、TPE 和 TP2 的预期持仓时间，以及在关键支撑位和 RSI 回落时分批加仓的具体策略。Perplexity AI 也根据当前结构给出最佳执行建议。如果你比较进取，可以用方案1立即小仓试单；如果你更稳健，重点等待 19.10 到 19.25 这个区间启动方案2；而如果你极度保守，就挂单在 18.85 到 19.00 做方案3。我们来看 ADMA 这档股票。从日线来看， ADMA 从10月的13块涨到12月12日的 20.33， 涨幅超过 55%， 目前在 19.49， 处于健康回调中。小时图上可以看到，价格从高点 20.33 回调下来，目前在测试关键支撑区域。RSI 在47，不超买也不超卖，处于中性。成交量萎缩，说明抛压不重，但也需要等待放量反弹确认。从 Perplexity AI 提供的3个进场方案来看，方案2更为稳健，也就是等价格回调到 19.10 到 19.25 这个区间再进场。但进场并不是看到价格就下单，我们需要等待2个确认信号。首先 K 线形态确认，我们要看到锤子线或吞没形态等反转信号。其次，成交量放大，反弹那根 K 线的成交量必须明显大于前几根。如果价格达到 19.10 到 19.25， 但没有这些确认信号，那么就继续等待。宁可错过，也要避免错误的交易。本影片展示如何结合 TradingView 技术筛选器与 Perplexity AI 扫雷工具，透过技术面筛选加基本面风险排查的双重机制，快速找出真正值得关注的短线交易标的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完整流程。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小铃铛。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做视频的动力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